各位同学，大家好。昨天呢，我们把佛法修行的层次，就是一般上我们所谓的这个判教，把它略略的介绍。那么在早期古代提到说佛教传到中国的时候呢，因为它的经典传过来跟印度佛教当时经典在流传的这个时间方面呢会有不同。因为在印度呢，从我们所谓的根本佛教、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有初期的跟后期的，然后再出现这个所谓秘密大乘佛教那么这个是时间上在印度流传的佛教的一个发展史那么这个情况呢，在中国是不一定能够马上知道，因为传过来的经典呢，是在大乘佛教很兴盛的时候，所以呢比较原始的经典，还有部派佛教的这些论点然后还有这个各部的这个戒律，然后还有大乘佛教的经典跟论点，这样陆陆续续的传过来。所以呢，在中国佛教，它在认知上呢，并没有像印度佛教发展的这个时间上的这个过程。所以在接受这个佛教传入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所有的经典呢，都是在佛陀的时代就讲完了所以天台宗对经典的这个判释里面呢，也有讲到提到说50就最早的时候就是我们讲华严经，讲完了以后，那么发现很多弟子是根基比较没有那么利的，但是呢听得懂这个佛法的，能够修解脱道的，然后就度这些声闻弟子，所以讲这个阿含经。那么讲过阿含经以后呢，又发现到说有一些弟子呢，这个根基慢慢的磨砺，也慢慢的成熟，可以接受大乘佛教的这个教学，所以就讲这个般若经然后再下来呢，就讲所谓的方等经就我们叫大方广就方广，就是纯粹大乘佛教的经典。然后在后面呢，就讲这个法华跟这个涅槃，就是讲到圆融的经典，把之前讲过的三乘声闻缘觉跟这个菩萨这个是传统三乘。那么现在呢，我们讲三乘的时候呢，有所谓小乘、大乘跟金刚乘，这个不是经典讲的这个是我们后来的弟子，那么尤其是近代的弟子呢，自己再把它把这个三乘另行解释原本经典他讲的三乘呢是声闻缘觉跟菩萨。那么在般若系统的经典里面呢，就已经谈到了。那么在法华经的时候呢，他提到的同时说，佛陀他出世的这个本怀呢，是为了要把佛的知见开示给众生，让众生能够悟入所以呢，之前讲的所谓的声闻乘法，或者是缘觉乘，包括菩萨乘，都是为了要借引我们进入到这个
所谓的原教，就是一乘那时候呢，就有一个比喻就是说有牛车，有兔车，有马车，有羊车没有兔有吗？好像有我都忘记了哪3车。反正3车呢，就是最后合成一部呢，就大百牛车，就是全部要回到这个一佛乘所以呢，这个就是佛他出现在这个世间最重要的这个责任，他的任务为一大事因缘所以最后呢，《法华经》就圆满的跟我们说总结那么在开始讲的这个《华严经》呢，是佛成道，他就会为菩萨说法。那么在为菩萨说法的时候呢，其他的声闻弟子或者是其他的学生弟子呢，都可能是听不懂的，就完全是大乘佛教的。所以这2部经典呢，一前一后的经典都被说成是原教的，也就是讲到佛法最究竟圆满的这个教法教学。那么这样的一种判设，实际上呢是不符合当时我们从人间的角度来看这个佛教发展的历史，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些学术的研究那我们就发现好像并没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可是当时呢，他们做的这个判设呢，是一种哲学的或者是一种思想的这个判设。那么这样的判设呢，对中国佛教来讲呢，是很容易就接受的因为没有经历过现实人间的那种时间的这个流传的过程所以这个是我们了解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佛法的这个完整性。那么这样的说法里面呢，当然所谓的大乘佛教它是最主要的。大乘佛教所讲到的这些菩萨的行持，那么有一些经典呢，它在介绍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到说我们基本上都可以做到的。但是有时候介绍的时候呢，我们又发现到说它必须要有一种力量这个力量呢，就是一种智慧的力量。那么这个智慧的力量呢，假如我们不具足的话，我们就很难明白，很难想象他们怎么能够做得到。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说从我们唯心的角度，就是佛法讲唯心所造，一切的现象都是我们的心造出来的，心是我们一切法的这个本源那么这样的一种观念，那么就说一切法显现出来的都是我们的心造出来的。但是对很多人来讲很难明白这个道理因为我们的心的境界呢，层次呢不够所以呢唯识学呢就是分析我们的心理，然后让我们了解到心理的这个运作，那么再加上一些思想成分下去，然后再帮助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现在所可以感知到的这个心因为我们感知到的心其实是心我们整体或者是众生所具的这个心它的功能里面的一部分。那么这一部分是我们显现出来，我们通过这个五根接触到这个五尘，然后又有我们的意根意识的作用，让我们在觉知上所知道的东西。但是呢，我们的心不只是这一个层次而已，我们的心还有更深或者是更广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些功能为什么没有办法发挥出来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杂染，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烦恼导致这个心就被限制了
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就是无明，然后没有足够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力量，所以就是各种烦恼贪嗔的这个烦恼。我们的心没有力量才有烦恼，你的心有定力的话，这烦恼就不会生起来。可是我们每天在运作的时候都是烦恼，所以烦恼呢就局限了我们的心灵的这个空间啊。像我们现在人类的话，就局限在从物理学的角度，就是所谓的4度空间啊。然后我们有一些科学家，他们在发明里面可以超越这个空间，所以我们后来现在的科幻里面有所谓第6度、第7度的空间啊。这些呢都是我们人或者是众生类的一种心灵的这个空间，或者是我们心灵的这个境界。那么佛菩萨呢，他就超越了。他们在超越的过程里面呢，必须要先彻底的明白到一切法它的本性是空啊，所以这个心灵的空间它是0度的啊，就是我们没有所谓的1、2、3、4度的，因为有1、2、3、4，它就被局限。即使你有10度的空间，你还是被局限。只有到0度的空间，证到这个空的智慧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才彻底的解脱解放啊。然后到你证到这个空间的时候，你要再进入到任何1度空间都没有问题了啊，因为进入到空或者是进入到0度的空间的时候呢，任何1度的空间你都可以进去。所以为什么开悟的众生他们对世界的理解跟我们理解不一样？因为我们有局限啊。那像我们现在是4度的空间，实际上跟我们相处在一起的众生，有些可能只有2度，有些可能只有3度的空间，所以他们不了解我们，然后我们也不了解另类的众生，尤其有一些众生我们看不到他们是在另类的空间里面。但是呢，如果是一个修行的人，他觉悟了，他进入到这个0度空间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进入到任何1度的这个空间，这个就是佛的空间啊。那佛的这个心灵空间，它已经没有任何的限度了，因为0可以成为任何一个数目啊。如果我们从我们人类的这个数学来算，那么这样子的一些说明呢，就让我们知道说，佛菩萨他们的这个层次境界呢，跟我们不一样。有些我们认为很难做到的，可是对佛菩萨来讲呢，那个就是他们可以随时进入的空间，他们可以去完成那1度空间可以做成的事情。就好像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跟我们在共生的这些很多众生他们是做不到的。很简单的我们人会用火，对不对所以人家就有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老虎它都是吃生肉答案是因为老虎不会生火，所以它不会煮当然这个是脑筋急转弯的啦但是也很有意思为什么其他众生他们都不能做到呢？只有人能够做到，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智慧，我们能够转化这个能量，物理的能量我们可以转化它。然后动物呢，他们就不能，它不能运作，它不能操作它，所以他们就没有这个智慧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所谓智慧的差距了。那包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时候你发现到说，你有一句话讲出来，你觉得这句话很简单，可是你旁边那个朋友就永远听不懂。所以我们虽然讲4度，其实不止如果是讲心灵的空间就不止，我们的物理的空间是4度但是我们的心灵的空间不止所以不同层次。所以有时候你们听课的时候呢，同样一起听课，
每个同学呢都听不一样的啊。如果我们给你们做笔记，然后我们要你们写心得报告，把老师讲过的东西啊，你们再做一个报告的话，送上来的报告几乎是每一篇都不相同的，因为每个人的这个不能说听觉了因为有些人这个耳朵比较重一点这个我们说领悟的这个能力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如此明白了以后呢，就昨天提到说，我们假如是从普贤的愿行来看这个十愿的话，然后再回到我们现实修行佛法的这个次第来讲，如果我们没有一种大智慧来跟这个大行融合的话，那么它就是我们一般的信仰的一种心理。然后如果是我们的大智慧呢，没有这个实践的这个方法的话呢，它就是心灵的一种解脱，它没有实际的行为，它就没有办法表现出菩萨道的那种广他的智慧可以很深，但是他要显现这个菩萨道的广度的时候呢，他就必须要有这个普贤的行愿。其实呢，普贤的行愿里面呢，我们看起来它比较偏重信愿行，主要就是唯心所现的这个心灵空间不一样，里面有一些我们看了觉得比较普通，可是在菩萨行持的时候呢，它就是很广的甚至很深的一种行持。那么里面呢，实际上也包含了慈悲，它不只是信愿行，还有慈悲行。然后这个信愿行跟慈悲行呢，它都需要有智慧行来引导。所以十大愿里面呢，十大愿行里面，它没有直接提这个智慧，但是呢，我们知道，当华严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呢，你们在念经的过程里面也发现到文殊菩萨在整部华严经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这个角色他呢等于是贯穿我们整个菩萨的这个行持，所以这个智慧大智的这个行持呢，这个贯穿呢在我们整个行持里面呢非常的重要。那么到后来我们要完成这个大愿行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普贤菩萨的大愿行。所以这样我们来理解这个普贤菩萨的愿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到它的大方广大。所以我们这个大呢是我们认为很重要的。那么怎么大呢？那么就我们从这个行持里面，我们从这个智慧里面才能够看到。那么相对于这个大，当然一般上我们就讲小那么讲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小呢，大概指的就是我们自己那么可能我们稍微好一点的就中，有小有中有大嘛。那我们现在是行的是大的，还是中的，还是小的那么当然很多同学说，哎呀，我的大概是小小而已啦，没有那么大啦。没有关系，大是有很多的小慢慢组合而成的，对不对如果连小都没有的话，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呢，我们先了解到这样的一个行持信愿的这个行持。昨天我们有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印顺导师成佛之道里面有把它放在五乘供法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没有大智慧在引导我们，没有进入到这个大乘的这个层次，那么这些信愿都是我们平时修行来信仰佛教，然后来参加我们的法会，来行持这个信愿行的一种方便，一种善巧。那么这个行持里面呢，我们看到的
平时我们就是一进到大殿信仰佛法的人，一定会礼佛，对不对？我们礼佛的时候呢，如果你比较谦虚，然后对这个佛法僧三宝都表达恭敬，你们会礼佛，然后你们也会礼拜这些法师，因为法师就是僧僧宝或者僧众。那佛陀呢，他说实际上从一般的角度来看，就是他把这个法传给这个僧团，那么僧团呢辗转的相承，然后就能够把佛法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因为僧人或者僧团的成员呢，我们是比较专业的修行不管是哪一个领域，比如说我自己本身现在比较重点放在比如说禅修的部分，那么我们有很多法师讲课讲得非常的好。现在马来西亚呢是比较幸福的佛地，因为呢我们常常有很多很优秀的法师在讲课，现在网上的课很多实体的课也有，然后马来西亚又有很多的方便，因为我们这边政治呢算是比较开明，所以我们对这个各方面的这种宗教呢也比较开通，所以呢我们请国外的法师国外的一些老师过来的时候呢都很方便。你们如果注意这个新闻或者是资讯的话呢，哇，就看到每一段时间甚至每一个月都有很多法师那他们来说法，也有一些老师呢也来带禅修，这些都是我们这边的这个现象那这些法师呢，有一些呢他们在佛法的研究方面呢真的是很深入然后他们在这个学术的研究上面也做了很多的这种研究的功课，所以他们能够把法讲得很完整，然后也讲得很清楚，很有次第的介绍给我们。那我们身边有一些法师，他们也经常做这样的事那有一些法师呢，就像我们请来的法师，他们就讲经念经念诵那有一些法师呢，他们就在寺院里面呢担任重要的这个职务，然后来运作这个佛教的道场。然后各个法师都有他们的专长那我们不能只看到说一部分的法师他们只学那么一点点东西我都比他好在之前我们也提过，这个为什么要不断的提醒呢？因为现在因为我们佛教那么普及，佛法的课程那么普及了以后呢，导致了很多，不好意思讲很多了，一些就好了一些多学了一点佛法，就认为自己很厉害的尤其是一些在家人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他们认为说法师都没有我这么厉害，法师在课程方面没有你这么厉害，你来跟他比念经看看，你就没有他那么厉害了，对不对你来跟他比禅修的话，你就没有他那么厉害了叫你去管一个道场，你也就管不到了。那么再简单的，至少我们守戒律，守了那么多的戒律，你来试试看，你也做不到所以就是提醒大家不要起任何的这个慢心，你一起慢心的话呢，觉得说这些人都不如我，你就不会进步了。慢如高山这个水就不能留住，它一定往下流那我们要做海纳百川，对不对？所有的水一定流到我这边来，多么好。那么海肯定不是在山上的嘛，一定是在这个海的嘛，对不对？一定是比这个陆地